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中文学习者，可能也包括正在听的你，都特别有体会的一个问题，就是明明感觉自己认识的中文词儿不少了，看文章好像也行，大概能懂，可真到自己要说或者要写点什么的时候呢，这些词儿就像跟你玩捉迷藏一样，要么就是想不起来了，要么就是拿不准这个词儿这么用到底对不对。我们也仔细看了你之前分享过来的一些笔记和想法，里面真的充满了这种词儿到用时方恨少的挺真实的感受，还有不少关于怎么激活这些沉睡词汇的思考。对，所以这次呢，我们就以你这些材料作为基础，一起来深入的挖一挖，看看为什么老出现这种我知道但就是不会用的这个鸿沟。更重要的是，咱们一起找找办法，怎么才能把那些只是看着眼熟的词儿，变成你真正能脱口而出、下笔就有的那种手头利器。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看到一个词儿，脑子里叮一下这个我学过，甚至觉得挺简单的嘛，但真让你用它说句话，或者在聊天里自然的用出来，卡住了。对，就突然卡壳了，感觉怎么说都不太对劲儿，是不是这样？是的，是的，这种感觉太普遍了。可以说，这几乎是所有语言学习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阶段。我们通过看听被动接收的词汇量，往往会比我们能主动想起来用的要多得多。这个其实很正常，但关键就是怎么能把这个差距小一点。今天咱们就结合你笔记里的那些观察，还有你提出的一些方法，重点聊聊这背后的原因，还有就是那些你已经在琢磨的比较实在的策略。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你笔记里反反复复提到那种我认识它，但就是用不出来的挫败感，为什么呢？我们大脑里明明存着这个词儿的信息，对吧？但是在需要调它出来，比如说要说话或者写东西的时候，怎么就感觉那么费劲呢？感觉好像是这个词儿的那个存储格式不对，或者说编码方式有问题。你这个编码方式的比喻还挺有意思。确实，这跟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有很大关系。你看心理学上一般会区分两种记忆，一种叫识别记忆，一种叫回忆记忆。识别和回忆。对，被动接触，比如说你看文章、听别人说话，主要靠的是识别，就是你看到或者听到这个词，你能认出它，是它，然后能大概连上它的意思。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就是看着眼熟。没错。但是主动输出，比如说你要自己说话或者写文章，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回忆。你得主动的从你那个巨大的可能有点乱的词汇库里，准确的把那个当下最合适的词儿捞出来。而且光捞出来还不行，你还得知道怎么把它跟其他的词正确的自然的组合在一块儿。这个捞和组合的过程，你想想是不是比单纯认出来要复杂多了？它需要更深层次的加工，还有就是更强的神经连接才行。我明白了。所以就像你笔记里反思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学习过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被动输入上，比如就是看、听、划线、记笔记什么的，那我们主要锻炼的其实就是那个识别能力，而主动输出需要的那块肌肉，就是回忆和组织的能力，就一直没怎么练到。正是这个道理，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们把词汇比作工具箱里的工具，被动学习就好比是让你看了一遍工具箱，熟悉了这些工具的样子和名字，你知道这个是锤子，那个是扳手。认识了。对，认识了。但只有你真的拿起锤子去钉钉子，拿起扳手去拧螺丝，反复的用，你才能真正熟练的掌握它们，知道什么情况用哪个最顺手。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用的练习，那这些词汇它就只能停留在我见过这个层面，很难变成你能张口就来的东西。这就引入了你笔记里提到的另一个也是很让人头疼的点，学的好像不少，但是忘的也快。特别是那种集中火力短时间硬塞进去大量单词的方式，
比如说明天考试了，今天晚上猛背词汇表。啊，填鸭式。对，填鸭式，效果往往特别不持久。这里面就有意思了，为什么我们费了老大劲儿记住的东西，就这么容易跑掉了呢？这个好像跟刚才说的用不出来还不太一样。对，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主要是记忆本身的规律在起作用。你想啊，死记硬背，或者说刚才你说的填鸭式学习，它往往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连接。比如说这个新词和那个旧词之间，这个词和你已有的知识之间，这个词和你实际遇到的情境之间，这些连接都很弱，甚至是缺失的。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孤零零的信息点，漂浮在那里。那大脑为了效率，可能就觉得，这些没用的孤岛就先清理掉吧。哇，这么残酷吗？哈哈，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这里就要提到你笔记里特别用红笔圈出来的一个概念，叫做间隔重复，英文叫 spaced repetition。啊，这个我听说过。这个方法之所以特别有效，关键不仅仅在于重复这两个字，更重要的是那个间隔的时机。它利用了我们大脑遗忘的一个规律，就是那个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就是说，在我们快要忘记某个东西的时候，恰好好处的再看它一次，复习一下。这样做的效率要远远高于你在短时间内，比如说1个小时内，反复看同一个词儿10遍。我记得你笔记里好像还画了个简单的图，就是那个遗忘曲线，每次复习一下，就把那个曲线往上抬一抬，让它掉下去的速度变慢。对，就是那个原理，画得很形象。但是呢，光靠这种有点机械的间隔重复可能还不够。还有一个关键点，也是你笔记里反复强调的，就是连接。要把新学的词汇跟你已经知道的事情、你的个人经历，甚至你的某种情感给它连续起来，建立连接。对，比如说你学偶然这个词，与其反复的背偶然 by chance accidentally， 不如你想想你最近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偶然的事情，然后你试着用偶然这个词儿去描述一下那个情景或者那个感受。这种带有你个人印记的有具体情境的记忆，它会深刻得多，也更容易在需要的时候被想起来。明白了，所以说学得多忘得快，不完全是怪我们记性不好，对吧？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学习方法和记忆策略的问题。孤立的去记，就像在沙滩上写字，可能一个浪打过来就没了。而通过像间隔重复，还有建立这种有意义的联系，就更像是把词语刻在石头上，或者说把它编织到你已有的那个知识网络里去，这样才不容易丢。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把它织进去。好了，那解决了记不住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得面对下一个可能更棘手一点的挑战了。这也是你 Note 笔记里花了好多篇幅在探讨的。就算我记住了这个词儿的意思，用起来还是感觉怪怪的，或者说很容易用错。是的，就是这个。比如说一个词儿，我知道它大概是重要的意思，但在一句话里，到底怎么用才自然呢？是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还是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好像都可以，又好像哪里不对。或者像你举的例子，有几个词儿意思很接近，比如都表示某种程度的难，像困难、艰难、艰巨。在不同的情况下，到底应该选哪个才显得地道呢？对，这个选词是关键。就那种你把一个明明认识的词放到自己造的句子里，但怎么听怎么觉得有点中式中文，或者说有点翻译腔，那种感觉特别打击积极性。完全理解。这就触及到语言学习里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了。我们不能只学词儿的那个点。对，那个点就是这个词儿孤立的意思，你在词典上查到的那个解释。但这远远不够，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词儿的线，还有它的面。线和面，这个怎么理解？所谓线，主要就是指它的搭配，英文叫 collocations， 就是这个词儿它习惯跟谁一起出现，形成固定的组合。比如中文里我们习惯说迎接挑战，虽然你说面对挑战，大家也能懂，但可能就没那么地道。啊。我们说承担责任，一般不太说负担责任，
对吧？对，这些相对固定的搭配是让语言听起来自然流畅的关键。你 Know 笔记里提到要多留意这个词儿喜欢和谁一起玩，这个想法就非常好，很形象。和谁一起玩？然后呢是词的面，这个面指的就是它通常在什么样的语境 context 和语域 register 里边使用。有些词就非常书面化，比如说毋庸置疑。你如果在日常聊天里老是用这个词，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哈哈哈，有点装。可能有点对。反过来，一些很口语化的表达，比如网络用语，你用到很正式的报告里，那肯定也不合适。了解这些，就需要我们超越词典本身，去大量的接触、观察真实的语言是怎么被使用的。确实。同时呢，理解词语之间那些细微的差别，就是 nuance 也特别重要。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几个表示难的词，困难可能最常用，比较普遍。艰难呢，往往侧重过程很辛苦、很费力，而艰巨通常是强调这个任务本身非常重大，而且不容易完成。这些细微的差别，往往不是一两个英文翻译就能完全解释清楚的。对，很难翻译。对，所以需要我们通过大量的实例，比如说在阅读中，在听力材料里，去体会他们在语气上、情感色彩上、强调重点上有什么不一样。你笔记里建议说，要多看影视剧，多听播客，多读一些原版的文章，并且看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些近义词是怎么用的，这绝对是正确的方向。确实是这样，这感觉就像学做菜一样。哦，怎么说？你光看菜谱，知道要放盐、糖、酱油，这还不行啊。你还得知道这些调料各自的特性，什么时候放多少，它们互相之间怎么搭配，才能出来那个味儿。学习词语的搭配、语境，还有那些细微差别，感觉就是在学语言的这个烹饪秘诀。如果只知道单个词的意思，就像只认识食材，离真正做出一道好菜那还差得远呢。哈哈，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学语言就是在学做菜，说得好。那前面我们聊了记忆的问题，聊了理解用法和细微差别的问题，但所有这些最终还是要落到一个最关键的点上，这也是你笔记里反复强调要行动的地方，就是如何真正的去用这些词，把它们从你的那个被动词汇库里给它激活，挪到主动词汇库里去。你提到很多人，也包括你自己，可能会做很多笔记做的也很认真，但是笔记做完了，那些词好像还是安安静静的睡在那里。对，就是这种感觉。笔记做的漂漂亮亮的，五颜六色的，可能也复习了，但就是没有转化成我自己能随时想起来用出来的东西。就好像那个知识库仓是在那儿了，但是我找不到，或者说我没有打开那个调用它的开关。你笔记里也列了不少想要尝试的或者正在尝试的激活方法，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这些方法背后它们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这些方法的共同核心其实就是一个转变，就是你得从一个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成一个主动的语言创造者。从接受到创造，对，他们都在鼓励你不要再仅仅满足于消费信息，而是要成为语言的使用者和生产者。这里的关键在于刻意练习，英文是 deliberate practice， 不是随便用，而是有意识的、有目标地去用。刻意练习。对，比如说你笔记里提到的那几点都非常好。第一，刻意在对话中使用新词，这个特别好，哪怕是最简单的对话，你就跟朋友说，我今天学了个新词叫低道，我试着用它造个句哈。这本身就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主动输出尝试。关键是你要克服那个怕说错的心理障碍，说错了没关系，重要的是你试了。确实，心理这关很重要。第二，用目标语言复述或者讲故事，这个也很好。你可以试试看，用你现在掌握的中文词汇去复述一下你刚看过的电影情节，或者读到的一条新闻，甚至就讲一个你自己的小故事。不需要追求说的多么完美、多么复杂，重点是练习用你已有的那些词汇去组织你的想法，去构建你的表达。练习组织和表达。第三，影子跟读 shadowing
也是你提到的一个技巧，就是跟着母语者的录音，像个影子一样模仿他们的发音、语调、停顿、节奏。这个练习不仅能帮你改善发音，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你在潜移默化中内化那些词语在句子里的自然流动感，还有他们常见的搭配方式。哦，这个听起来不错。第四，写小段落或者日记，每天就用中文写几句话，记录一下你的生活啊，你的想法啊，并且在写的时候有意识地把最近学到的一些词啊、句式啊塞进去用一用。写作相对来说给了你一个更从容一点的环境，去思考怎么选词，怎么造句。对，压力小一点。最后还有迷你演讲 （mini talks），就找一个你比较熟悉的话题，比如你的爱好、你的工作、你的家乡什么的，准备一个几分钟的中文小介绍，然后你可以说给自己听，或者录下来自己听听，或者讲给你的语伴听。这个能综合地锻炼你选词、组织、表达，还有流利度。这些方法听起来确实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你要主动去创造使用的机会，而且是刻意的去使用那些你希望激活的词汇，不再是被动的等着哪个词儿正好蹦出来，而是主动的把它给拉出来溜一溜。哈哈，溜一溜这个说法很形象，就是这个意思。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这种主动使用的过程，它本身就会极大的加深你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记忆。你可以想象，每一次你成功的，哪怕是有点磕磕绊绊的，使用了一个以前只是认识的词，你其实都在强化大脑里面跟它相关的那个神经通路，就让它离你的主动词汇那个圈子又近了一步。这个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用的越多越熟练，记得越牢。完全正确。所以不要把这些练习看作是什么额外的负担或者额外的作业，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提升你语言能力、增加你自信心的一种像游戏一样的方式。每次成功运用都是一次小小的胜利。好了，今天我们以你分享的这些非常棒的材料为基础深入的探讨了一下如何把你认识的那些中文词汇真正的转化成能够自如运用的能力。我们聊了认识和会用在认知上有什么不同，识别和回忆，对，识别和回忆，谈了怎么用间隔重复和建立联系来对抗遗忘。刻在石头上。对，刻在石头上，分析了掌握词语的搭配、语境和细微差别有多重要。学做菜，对，学做菜的秘诀。最后呢，我们又聚焦到了各种主动去激活词汇的实践方法上，就是去溜词。总结来说呢，关键就是那么几点。首先你要理解这个原理，然后呢，找到适合你的方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得行动起来，去用。从看着眼熟到用着熟熟的这个过程，就像是你要打通一条路，肯定是需要持续的努力和实践的。但请相信，你走的每一步都会让你离目标更近一点。是的，而且请记住，你遇到的这个挑战，它是普遍存在的，真的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很多人都在经历这个过程。但好消息就是，通过有意识的策略调整，还有持续的练习，这座看起来好像挺难翻越的大山，是完全可以被征服的。最后呢，我想给你留一个可以马上就试试看的小思考，或者说小行动。你就在今天接触到的所有信息里，或者你最近学到的词汇里面，挑一个，就一个。这个词是你觉得，我认识它，但好像还不太会用的那种被动词汇。就在今天之内，你能不能试着用它来主动地造一个哪怕是最最简单的句子？你可以小声对自己说出来，也可以把它写下来，就这一句话，迈出这个微小但又非常具体的第一步。一个微小的行动。对，或者呢，你可以再进一步想一想，这个词你先别管它的字面意思或者它的英文翻译是什么，它让你联想到了什么样的画面，或者它唤起了你内心什么样的感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让你觉得轻松还是严肃？试着给这个词附加上一些你个人的、感性的和情境相关的连接。这种超越了理性定义的连接，往往能够让你在未来真的要用它的时候，感觉更踏实，用得更自然。从感觉入手，建立更深的连接，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好的，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提供了这么好的素材和思稿的起点，让我们能够进行这次非常深入的梳理和探讨。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讨论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也帮助你更快地把那些熟悉的陌生词变成你真正得心应手的语言利器。